要是真的想哭的话，可以哭出来的。为什么要哭？其实今天他们要宣布订婚的事情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之前我在荣定坤的书房看到过他们的结婚合同。现如今的荣定坤啊，没有了南洋航线，也没有了烟馆，他绝对不会甘心的。杜家不仅仅有钱，而且杜老二是海关的下任准司长，这样一本万利的买卖，何乐而不为？话说回来，荣家上现在身边多了个未婚妻，你再想要接近她，恐怕没那么容易了。何止是未婚妻，桥本家的大小姐，还是荣家尚在重庆时的女朋友。前有旧情人，后有未婚妻，这个荣家尚还真的是艳福不浅。你的处境不妙啊。其也没必要长他人的志气。我既然能让荣家尚把我再请回荣府，就一定还会有办法继续笼络住他。就算如今鱼儿上钩了，但还没有钓上岸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当然，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他来完成我们的事。我从来没有小看过你，毕竟你是我的高徒。要不这样吧，让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要知道，有的时候想要男人做出选择，要给他一些刺激。放开他！别打了！敬上，别打了！可以啊，身手不错，练过。你再敢靠近他，我就杀了你全家！荣家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疯掉了没有？没有。先生，我都和你说了，孟徐安不怀好意，你为什么要和他单独相处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说的话听进去？我为什么要把你说的话听进去？我跟什么样的人交往，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？他那样轻薄了你，你难道不生气吗？我当然生气了，但是轮不到你来数落我。放手！先生，你是喜欢孟徐安那样的男人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是像孟徐安那样年长成熟的吗？简直无理取闹！我也能做到。如果你喜欢那样的男人，我也可以做到。求你了，再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很快成长起来，我能比他做得更好。
点的地方，可真不容易啊。男人，嘴上的山盟海誓说的再好听，都只是为了图你的人罢了。虽然加上是我表弟，可是我还是得说，像他这样的富家公子，不会太把女人当回事。他说的那些话，冯小姐听听便是了，千万别被他糊弄了去。让于小姐看笑话了。笑话？我才是今天晚上最大的笑话。于小姐如果是因为那个孟先生的话，倒也不必如此。那个人不过就是个拆白党，之前也来骚扰过我。我听家长说，他也不是荣家的朋友。他只不过是说了今天在场所有人都想说的话。借来的舞裙，廉价的珠宝，强撑的风光，只是为了想要糊弄住哪个傻帽，找一个金龟婿罢了。冯小姐英文好，应该知道洋人管我这样的人叫做掘金女孩。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也不怪别人取笑。于小姐少喝点吧。其实你也不用想太多了，谁又没有不堪的秘密呢？今天舞池里有那么多光鲜亮丽的客人，又有多少人是在强颜欢笑呢？别人是哭是笑与我何干呀？我自己的生活都看不到希望。当初是你设计逼走了青枝，我要不是看在嘉欣的面子上，我早就跟你翻脸了。现在怎么着？要害得我们荣家身败名裂是吗？我没有，我是想什么都别说了。从今天起，黄家、荣家永不来往。哎呀，智慧回来了。哎呀，刚才荣太太打电话跟妈妈吵了一架，说以后再也不跟于家来往了。你也是不懂事，你竟敢勾引荣老爷啊！你姨母可是咱们家认识的唯一的富贵亲戚啊！我将来还想在荣氏商行谋个差事呢。哼，这下可好，你说说，这名声坏掉了，将来哪个正经男人肯娶你呀？啊？没事的啊，智慧，我问了那放贷的，他一大老粗，说不介意这茬子事儿，你呀安心嫁过去啊。我是不会嫁过去的。你，哎呀，这是5000块，拿去还债吧。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欠你们的。哎，智慧，我记得荣老爷好像给的不止这么多吧？哎呦，你太年轻不懂事儿，外边那些男人啊就想骗你的钱，等钱到手了，还不是去找干净的女人？你呀是守不住这么大一笔钱的，嫂子给你管啊。就是，你交给我，大哥替你管，不让外面男人占你便宜啊！可是我就这一点钱，是该给哥哥呢，还是该给嫂子啊？长兄为父啊，当然是给我了，啊！
凭什么呀？你个败家玩意儿，多少钱到你手上都不翼而飞。你个贱人，敢骂你男人啊？还想不想过来？不过给老子滚蛋！哼，你让我滚，我肚子里这个怎么办呀？让我滚，以后谁给于家做饭，谁给你家看孩子？你看看你啊，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到底要勾引谁呀？我勾引谁？我跟了你天天穿粗衣粗布的，我勾引谁去啊？说话呀！没话说了你？啊，这钱就得我管。啊，他这么年轻，这么多钱，他能管得了吗？还真是佩服他，够狠心，够果断。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就算他是清白的，也很难在上海找到体面的夫家了。倒还真不如一走了之，去外地投奔亲戚，找个不知情的男人，赶紧嫁了。女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趁着年轻貌美，找一个可靠的男人，再生个儿子。什么理想啊、爱情啊，这都是年轻时候做的梦。女人一旦上了年纪，姿色衰败，就再难从男人那得到一丝怜爱了。所以还是得有儿子，你说是吧，冯小姐？我知道你还年轻，又长得这么漂亮，家庭教师呢又是一个体面的职业，所以你肯定是不用想这些的。更何况令兄不是也还没成家呢吗？冯医生有女朋友了吗？我还真不太清楚，不过医院那些护士还有家属病人好像都挺喜欢他的。我哥从小就受女孩喜欢，这一点我倒不用替他操心。那也还是要擦亮眼睛，仔细挑选一下。冯小姐，你单纯又善良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女人骗男人的手段多了去了。结婚之前装的贤惠温柔又善良，结婚以后就开始嫌弃老公不赚钱了。要么呢，就是嫌弃小姑子不嫁人，或者是嫁妆太多了。孙姨娘，你这是拿自己打比方吧？我刚才听见家康在哭，你这个当娘的也不去看一看。是，太太，冯小姐，回见。请坐。谢谢太太。怎么看都是荣定坤喜欢的类型，可为什么他宁愿去偷于之慧，都不愿意多看冯世珍一眼？难道他真的已经将冯世珍当成儿子的女人了，所以才故意避嫌的？太太，有些事我想问你一下。前日舞会发生的事情，想必你都知道了。下人们都在议论，很难听不到。家里人多口杂，想瞒是瞒不住的。只是我听说，事发那天你好像一直跟智慧在一起。是的，于小姐当时喝多了，我原本是想去请杨先生的，但那时我哥刚好想回家，我就先送他出门了。太太，于小姐这事都怪我，要是我能及时……嗨，怎么会怪你呢？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大少爷，你出门啊？
太太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上楼了。去吧。先生，小超，我是不会嫁给别人的。他变得愈发像荣定坤了。先生走。大少爷早。我才想起来，方林他们今天出门，不用上课。先生留步。我们还是朋友，不是吗？先生要来看看我的字吗？既然已经生做了女儿身，就不去想那些假如的事情了。做人啊，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。黎民百姓还是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最要紧。如果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的人，还谈何宏图伟业呢？以前总是嫌弃先生唠叨，可想到以后很难再听见先生说教，总有些舍不得。你以后不来上课了？我爹让我多学一些商行里的事情，
学业暂时停一下。你放心吧，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。你送我的6分仪，同我的飞机模型摆在一起，我天天看着它。那很好。我确实见不得明明聪明有才华的年轻人，放下自己的追求，而去钻营生意。你家境富裕，更是应该争取实现理想才是。世珍，你有喜欢过的人吗？喜欢过呀。长这么大，如果没有喜欢过人，岂不是太奇怪了？是什么人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的资料查得这么详细，从来没有发现先生和哪个男士过从甚密。你不会是编了个人骗我吧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再说了，你以前也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有喜欢过的人啊。你是说桥本？嗯。那不过是年少时的误会罢了。大少爷这么说，可是要伤人心的。我是说真的，他妈妈是从良的女校书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随母姓林，叫做林诗之。我只知道，她妈妈是富商的外室，因为大母不容，他们母子3人被赶出家，被迫寄宿在重庆的远房亲戚家。所以你是为了他，才在重庆多待了1年？谁跟你说的？方林、方化他们，听他们说起，你们俩是青梅竹马，是因为造化弄人才被拆散开的。这好不容易重逢，你又订婚了，听起来还真是一出波折起伏的大戏啊！小丫头们瞎说的。我当时是想去考黄埔军校，他们在招第1届的学员，我背着我爹去考，居然考上了。我爹不同意，一心要我念商科，我就赌气赖在了重庆。当然了，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，还是被半劝半威胁的招了回来。飞机要飞上蓝天，就要冲破地心的引力，还有空气中的阻力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果稍有差池，就会坠落下来，机毁人亡。独立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。是啊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长大了，有时候又觉得太年轻，力量不够强大。这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。哎，说真的，我还想着你哪天能带我去坐你开的飞机。对，办点小事。你们说这杨先生如今可成大人物了，
这被表姨夫抢了老婆，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呀？就是咽不下，他也得咽，他还得指着荣老板给他口饭吃呢。而且我还听说荣老板给了他不少钱呢。哦，再多钱那也是掉面子的事儿。这一边是表姨夫，一边是老板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这杨先生真是够可怜的。哎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就这么闹掰了？别说，还真有这可能。别说，来，杨先生，对，荣老爷在楼上等您呢，让您过来就过去一趟。闹不掰啊，就是窝囊劲儿，他不敢，是吧？我倒觉得有可能。行了。